是要擅闯这个林子的，我只是借个路。我是青丘白凤九，休得无礼！东华帝君，你是何人？东华帝君。啊？你还想这样抱着我多久？你真的是东华帝君？不像吗？不像，我在哲言的藏书里看过你的画像，真的不像。哲言？哲言，十里桃林的上神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青丘五荒之北荒帝君之女，九尾狐之后青丘白凤九。青丘白凤九见过东华帝君。原来是白家人。白家的人竟然还会怕一只金泥兽？你还未飞升上仙吧？没。既然东华帝君救了凤九一命，那凤九一定要报答的。不必。那如何是好啊？我姑姑时常教导我说，这世间有因果循环，有因就一定要有果，有欠就一定要有还。你姑姑，青丘白浅，帝君可认识我姑姑？曾有过几面的缘分。你姑姑和天族，他们的缘分可是深得很。是吗？为何我从来没有听姑姑提起过？她似乎不太愿意提起天族的事情。难道你不知道，哲言和狐帝白芷现在正在天宫，为你姑姑讨说法吗？是吗？你还想跟我多久？我只是想要报恩。回帝君，小仙在此守了快7万年，这东皇中从来没有异常。可本君近日观星象，擎苍似乎有所活动。怎么可能呢？擎苍不是早在几万年前就被墨渊上神封印了吗？若真如帝君所言，小仙恐怕……我知道你应付不了擎苍，时刻盯着这钟，10日内若有任何异动，震动此灵，本君就会立刻赶来。小仙遵命。切记，无论有任何异动，都要用法术震动此灵。遵命。本君念你是青丘帝姬，先前的事情不与你计较。倘若再跟上，休怪本君不客气。那位，回公主殿下，是东华帝君。
我在2万年之前随义军一起去天宫时，曾有幸看过他一眼。这位帝君在天宫辈分极高，就连天君也要礼让他3分。他为何会在此处？这，属下就不得而知了。哎呦，小狐狸回来了。凤九这回是特意赶回来给姑姑过生辰的，祝姑姑继续做四海八荒万年第一角色。姑姑听了此话，可还欢喜？欢喜。姑姑还是老样子，为老不尊。敢说姑姑老，就让你做一阵子小狐狸吧。这是个好东西啊，虽然不知道你是打哪儿偷来的。姑姑这是要去哪儿？姑姑深夜来此，就是为了偷酒喝。坏了！小丫头，你也跟了我一路，可领略了这天族第一圣地的风采。姑姑呢，要出一趟远门。这个册子里面记载了一个法术，这法术如今只有我一人知晓。若我死了，令法术失传了，四海八荒就要有大麻烦。你这铃铛是东华帝君给你的吧？我刚才一看便知道了。至于你这铃铛是如何拿来的，若姑姑还有命回来，再好好审。为何如此说？姑姑，你要去何处？你肯定是想问姑姑要去哪儿吧？你一定也知道，姑姑不想说的事情，谁拿我也没办法。你在此睡上3日，3日之后，我用来保护你的仙杖会碎掉，震动此铃，替你换来帝君。睡吧。
果然要解除封印了吗？你个小仙，还是去保命吧。7万年了，我元魂飞魄散，也不过就困了我7万年。秦苍，你以为过了7万年就能快活了吗？我师父虽然不在了，他却将这封印术法传给了我。我白浅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将你再锁上7万年。你是墨渊的徒弟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青丘女帝白浅，也就是当年的司音。红莲业火，你想封印我，除非是墨渊复生。我要你敛去容貌、法力，终其一生在凡间受尽生老病死之苦，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昨日这秦苍还有要醒来的征兆，今日怎么又如此平静了？哎呀，哎呀！小老儿参见帝君。你为何如此模样？回帝君，这日出时，这东皇钟似乎真的有了异动。可小老儿刚刚探出过头来，就被一个极美的姑娘给打回去了。极美的姑娘？正是。可是昨日随我来此处的小姑娘？哦，不是。不是？那会是谁？哦，对了，昨日跟帝君一同前来的那个小姑娘，曾用此笛唤走了童灵。哦，这东皇钟已经再次沉睡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。笛子给我吧。是。小仙告退。
谁丢的扇子？算了，先收着吧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是谁啊？我的家人呢？这是你主人住的房间吗？我是谁？帝君，他是震动了吗？你为何在此处？我是跟着我姑姑来到这儿的。姑姑，就是那位从不露面的青丘白浅。对啊，我姑姑就是白浅。我记得昨晚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昨晚了。我睡之前看见我姑姑离开十里桃林，所以我就跟着她到这儿来了。莫非你姑姑和昆仑虚有什么渊源？没有啊，我从来都没有听姑姑提起过。这个可是你姑姑留给你的。不错，是我姑姑留下的。你可知道这上面记载着什么？我姑姑说，上面记载着一个术法。不错，它记载着上古神器敦煌钟如何封印元神的术法。敦煌钟，那不是可以毁天灭地的法器吗？不错。那不是在7万年前就在弱水河畔害得墨渊上神魂飞魄散的法器吗？不错。墨渊就是用这术法封印了青苍。看来你姑姑和昆仑虚确实大有渊源。怎么可能？我姑姑出生之后从来没有离开过青丘。真的？真的。帝君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敢骗你呢？帝君去哪儿啊？帝君，方才我得一物，
本帝君才明白，那东皇钟封印并不能长久。此事可要立刻奏禀天君，找寻个对策。何时会解封？就是今日解封。今日？那封印的术法，7万年便会解除。7万年？那今日在弱水河畔出现一位姑娘，应该就是知道封印即将解除，去封印擎苍的。7万年，封印会解除的事，帝君都不知道，这四海八荒的，还有谁会算出此事？并非是算出的，而是这位姑娘早就知道会有此事，却未告诉任何人。恐怕是早就做好了打算，要独自与擎苍一战，不牵连任何人。越听帝君这么说，我越是钦佩这位姑娘了。敢问帝君，此人是谁？十有八九，应该就是这位小殿下的姑姑。我姑姑。小仙还未请教，这位小殿下是？在下青丘白凤九。是胡帝的孙女，凤九小殿下。正是在下。那，你姑姑就是青丘白浅喽？不错啊，我姑姑就是白浅。那岂不就是太子殿下的正妃？什么正妃啊？我姑姑不是要嫁给二皇子吗？怎么变成太子了？此事说来话长。那就长话短说啊。好，那就要从你姑姑洞中那只小巴蛇说起。小巴蛇？你说绍兴吗？不错，就是绍兴。绍兴他。帝君为何猜是青丘白浅？你手上的那个册子，是昨夜白浅留给这位小殿下的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东皇钟的封印术法。你觉得是不是太巧了？是太过于巧合了。不过小仙有一个疑问：传闻中白浅自出生后就从未离开过青丘半步，他是如何知道墨渊上神的独门术法？这也是本君所疑惑的。况且传授这种独门术法，通常都是师徒关系。墨渊上神好像一向不收女弟子。小殿下，你可知道什么内情？我姑姑和昆仑虚没有半点关系。哦，那就奇怪了。这个疑问，恐怕只有等到墨渊死而复生，才会有人给我们答案。或者，等夜华娶了白浅，你可以亲自问问他。帝君说笑了，青丘那位白浅姑姑辈分太高，小仙可不敢随便开口。哎，这位星君，你勾起了我想听故事的欲望，你要负责将此事讲清楚。讲完之后，你要帮助我完成对帝君的报恩。报恩？没错。帝君，太晨宫。大胆，竟敢擅闯太晨宫！四海八荒，还有我白凤九进不去的地方。
小美人儿，为何可怜巴巴地坐在此处啊？可是被谁欺负了？你是女儿身吧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姑姑也喜欢女扮男装，我都看习惯了。你姑姑？你姑姑是天宫哪位娘娘啊？青丘白浅。什么？青丘白浅？是啊，就是那位未来的太子妃。是啊。那你是？青丘白凤九。哦，原来是青丘的小殿下。哼，那你可是跟着长辈一起来的？是来天宫谈你姑姑的婚事？不是啊，我是来报恩的。报恩？你报什么恩啊？你这恩又是报给谁的？报东华帝君的救命之恩。东华帝君？你这小殿下真是有意思啊！你是每句话都让我出乎意料。来，那你跟我讲讲，你是如何碰到东华帝君的？东华帝君又是如何救你一命的？如果你能带我进去的话，我就讲给你听。这2个侍卫把我拦在这儿有2个时辰了，一点都不通融。这好办，你跟我走。你能带我进去啊？你若是碰上寻常的神仙呢，还真难。谁让你今天碰到的是我，程昱元君，偏偏就是我能让你进去。走。啊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跟我走。哦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来天宫还真是为了报恩的。当然是啊。以帝君在天宫的地位，他什么都不缺，那小殿下又想如何报恩呢？我想日夜陪在帝君身旁，总有一天他会有需要我的地方，然后我就可以顺水推舟的把这恩给报了。有道理。不过想要名正言顺的出入太晨宫，只有3种方法。哪3种啊？第一种，你要是这天宫位高权重之人，然而小殿下你不是。第二种，嫁入太晨宫。啊，嫁进去，我是不是？怎么着，小殿下，你还真想这么做啊？没，我绝对没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……别解释，女人的心思我最懂。不过，就是要嫁。现在也言之过早，所以啊，就只剩下第3种了，也是最适合小殿下的，只是要委屈你一些。是什么呀？做婢女。婢女？小殿下，你干什么呀？入宫啊！这可是太晨宫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啊，你放心，虽然我习惯迷路，但我却认得那牌匾。你不要瞎胡闹了，帝君可不是这么好说话的人，他要发现你擅闯太晨宫，会把你丢出来的。帝君竟是如此之人吗？天宫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，帝君就是这样的人，不好相处。你看我每天这严苛的很呐。哦，他这人真有意思。小殿下才有意思吧？我不能与你多说了，我可是买通那位仙君，才有机会进入太晨宫，可不能浪费了。我问你，这天上哪位仙君有如此之胆量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许跟旁人说。小殿下放心，我们算是知己。程昱元君，你还真会挑人呢。现在天上恐怕也只有程昱肯帮你了。
为何这样说啊？我是看她生得漂亮，觉得她是好人，所以我才求她的。你这是以貌取人。程昱元君呢，是从凡界收上来的神仙，同时也是三殿下的心上人。连宋，天君的三儿子，果然背靠大树好乘凉啊！哎呀，小殿下是个明白人。那是自然。哦，我真的不能与你多说了，你常来看我，我还需要你帮忙呢。小殿下，小殿下。你过来。那个仙娥是新来的？回公主殿下，这批都是今日新来的。帝君宫里怎么总是有新人？还是表哥好，身边常跟着的就是天书和佳云，还都是男的。这批新来的都是最低级的，负责一些杂事，进不了帝君的身。告诉挑选仙娥的人，以后太过好看的不许选入太晨宫，会扰乱宫中秩序。是。哦，去那边。你就是那儿吧？那个仙娥触犯了太晨宫的宫规，刚被丢到下界。这个也不错啊。怎么？没什么。怎么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好看的？听说是刚刚安插进来的，一定又是见了帝君魂不守舍，非要进来，想一步登天的，也不先打听打听。太晨宫每个月都有几个人要被丢到下界去。哼。小九九啊，你是要留在这里长长久久报恩的，一定要老实，千万不能被丢下去。站住！去哪儿啊？去给帝君奉茶。谁让你去的？还要谁让我去吗？你以为帝君是什么人？她可是昔日四海八荒众神敬仰的天地共主，如今虽是将地位让给了天君，可也是连天君连太子夜华见了都要礼让的人。你一个刚入太晨宫的小仙娥，就想进书房给她奉茶，你还懂不懂规矩？我以前住的地方没那么多规矩的。你是被人从下界哪个山沟沟里提上来的？青丘附近的山头。青丘？天族和青丘的交界之地。都说青丘荒蛮，不懂什么规矩，难怪。青丘荒蛮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了。我们青丘只是民风比较淳朴，不像你们天族有那么多规矩，我们活得自由自在的。那就是不懂规矩。哎，我做什么要跟你这小仙娥说这些？哎，你过来。公主殿下有什么吩咐？这个人不懂什么规矩，以后不要让他到这附近来，免得冲撞了帝君。这些天你给他讲讲天宫的规矩，别让他给太晨宫和帝君丢了颜面。是，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？因为我是公主，而你是小仙娥。你若也是公主，就不用听我的啦。可惜你不是。你等等，住口！那是太子殿下的表妹，岂容你如此无礼？太子殿下的表妹？等等，
太子是我姑姑的未婚夫婿，她是太子的表妹，岂不是长了我一辈？阿爹和姑姑都时常教导我要敬重长辈，虽然这个长辈的脾性不太值得人敬重，但也是长辈啊。长辈既然如此说了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先学规矩吧。怪不得公主说你没规矩，我同你讲句话，你竟也能出神这么久。哦，对，姐姐说的是。那我们现在去学规矩吗？学规矩？哼，你一个杂役仙娥，用得着学什么规矩吗？先跟我去洗衣房干活去吧。哦。怎么样啊？今日可见到帝君了？你多帮我拍2下吧，我都快要酸死了。累成这样啊？累成这样我也没有见到帝君，反而见到了我姑姑那个未来夫婿的表妹。她让我多学点规矩，然后那些仙娥就趁机让我干粗活。你姑姑那个未来夫婿的表妹？那不就是知月那个小丫头吗？切，她呀也是古灵精怪的很。怎么，你被她刁难了？什么小丫头啊？她比我还长一辈。若按你这么说，那在我和三殿下那段前尘往事里，我岂不是又长了知月一个辈分？那你岂不是要换我婆婆了？所以呀，你如此当真做什么？你也不想想，若论辈分，那你姑姑和太子殿下也不是一辈人呢。神仙嘛，活得久了，这些就不太在意了。你呀，下次也不用怕他。别忘了，你也是个地基呀。对哦。等等。你刚才说你和三殿下的前尘往事是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就是一顿前缘。前缘是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反正现在是各自安好，互不纠缠。哦，原来还可以如此啊！为何不能如此？我们青丘九尾狐一族认定一个人就是生生世世。啊？真的？那你姑姑还不是和二殿下退了婚后，和太子殿下定了亲事？那是因为我姑姑没有和二殿下见过面。我四叔说过，我们青丘九尾狐一族都是情路太过顺畅，所以以至于所有的情节都落在我姑姑一人身上。不过我四叔也说过，既然老天爷给了我姑姑那么一副好容颜，那情路波折些也是应当的，不然总不能所有的便宜都让她一人占去了吧。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倒真是盼着你姑姑早早嫁入天宫，看看这四海八荒第一美人是何等角色。我姑姑她长得可美了。小殿下，嘘，小殿下做什么？修剪桃枝，插屏幕。好有兴致。我听说青丘的折颜上神种了10里桃林，看来小殿下是没赏够，跑到太晨宫里捡上桃枝了。你就别再取笑我了。自打我进入太晨宫以来，就连帝君的影子我都没有见着，
整日被人使唤来使唤去的，我都忘了自己来太晨宫是干什么的。帝君就在太晨宫内，只是鲜少外出。为什么？难道他被天宫的人排挤啊？小殿下好会讲笑话。你可知道这天宫中的人是怎么评价帝君的吗？如何评价他？不理俗事，远离红尘，除却关乎这四海八荒太平大事，从不给任何人的面子，是个只适合挂在墙上的神仙。他真的是如此之人吗？正是，所以小殿下这恩，报不报也没什么大碍，帝君他老人家也不会介意这种小事。报恩是一定要的，尤其是救命之恩。随小殿下高兴。不如这样，小殿下要报恩就得见着帝君，你捡上几只桃枝，我拿到帝君面前，好好的夸赞一番，让你有个当面答谢的机会，如何？可如果帝君乍一看我出现在太晨宫内，会不会怪罪于我？哎，小殿下为了报恩，都已经愿意屈尊做一个婢女了，帝君怕是只会感动，不会对你降罪吧？也对，我从小从未这样侍奉过他人，而且这次是为了报恩，帝君一定会体谅我的。小殿下，快点刺桃花吧。还是星君你对我好。啊，摘哪一枝好呢？这桃花不错呀。不错。这都是帝君宫里新来的宫娥会挑啊。宫娥？还是新来的。怎么，三殿下可有兴趣见一见？见啊！小仙这就去请。奴婢见过帝君。见过三殿下。站起来，让我瞧瞧。三殿下想瞧什么？三殿下是天族有名的花花公子，当然是要看你的脸蛋儿啊。对，我就是要看看你的脸，是否和司命说的一般，让他神魂颠倒。没有，小仙没说过，是吧，司命星君？是，三殿下说的是。程昱见过帝君。你们今日可是说好的，要在我这书房里唱一出戏啊？帝君，此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懂吗？不懂。三殿下懂吗？我是真没懂。你呀，怎么如此的不争气？见了帝君也不拿出你青丘帝姬的架势来，竟然如此低眉顺眼。哎，真是愁死人了。那还不是让元君你给搅黄了？我好不容易才想到个法子，能把小殿下带到帝君面前。你认识他？
啊，你也认识他？啊，那这位宫娥的真实身份是？青丘白凤九。原来是青丘的小殿下。你的这身打扮，在帝君这宫里，这是报恩，报答他。别说，让我猜猜，是不是报答救命之恩啊？哎，三殿下怎么知道的？经验之谈。经验。前几日，有人看上一个女子，我传授了她不少法子，从英雄救美到美人计，最后她选择了假意被救，随后报恩。这报恩嘛，尤其是救命之恩，总是要花些时日的。一来二去，感情不就出来了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三殿下英明。不是，我真的是来报恩的。帝君他真的救过我的命。小殿下有所不知啊，帝君活了这几十万年，想要以报恩为借口接近他的女人，没有1万，也有9900喽。可我真的是来报恩的。帝君他真的救过我的命啊！帝君还有一个名声，就是不爱插手管闲事，所以小殿下口中说的这个救命之恩难以让人信服。三殿下，你别冤枉我，我真的是来报恩的。哎，他们都知道，我真的。好了，好，那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是否对帝君有那种意思？司命，你是怎么认识这小殿下的？真有意思。帝君这次算是有理说不清了，明明是好心，却反倒招惹一朵自己都没弄明白情是怎么回事的小桃花。我和小殿下的缘分呢，说来话就长了。哎，不过小殿下能入太晨宫，程昱倒是帮了不少忙啊。啊，你和他无亲无故趟这浑水做什么呀？路见不平，不可以吗？路见不平是这么用的吗？我就是见不得女娃娃痴心一片，我就是想帮她，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开心就好。司命，这男人最惹不起的就是曾经的女人，只要恩爱过，哪怕缘尽了，都得一辈子让着，否则他就觉得你不是个东西。啊，是，小仙受教。帝君，凤九有话想要跟你说。今日三殿下跟我说，在你们天界时常有人拿着报恩的借口想要接近你，可凤九并不是如此。从小爹娘就教育凤九，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，救命之恩更当是如此。这些道理，凤九虽小，可都还是懂的。我姑姑还教育我，做神仙的不要拘泥于什么颜面，有什么就应当说什么。今日三殿下又问我，凤九对于帝君有没有那种意思？凤九仔细想了一下，
凤九对帝君确实有那种意思。帝君，你明白吗？说完了。说完了。说完就退下吧。还不走？走。不知这个来报恩的小仙娥是何方神圣啊？青丘的小地姬，白凤九。白凤九，还真是个不好得罪的人。不过帝君是如何救过他一命？碰巧。碰巧。没想到他还是个地姬。你别小看这帝姬啊，他是青丘唯一孙子辈的人，将来至少要继承青丘五皇中一皇的地位，登基为女君。那又如何？你呀，就是年少轻狂，不知深浅。总之要记住本君的话，不要得罪青丘的人。是。不过帝君早就不沾染红尘俗世了，看来这个小地姬的心思要白费了。听说天君娶了素锦族的遗孤做天妃，不错。天宫倒是许久没有喜事了。小殿下，你们这是？小殿下，奴婢真的不知道您来仙宫是陪着帝君历练的。奴婢以前对小殿下多有不敬，请小殿下别往心里去。奴婢在这儿给小殿下赔罪了。历练？是啊，今日帝君让人吩咐下来了，说小殿下是自己想先藏起身份来太晨宫见识宫娥们的日常起居，才暂时住在此处的。是帝君让人告诉你们的？帝君还说让奴婢们带着小殿下去挑一处喜欢的住处呢。哦，我不去别处，我住在这儿挺好的。小殿下，您贵为帝姬，怎好与我们同住一处啊？我就是要与你们同住一处，这才叫历练啊。我自己去跟帝君说吧。小殿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对啊。凤九以为，既然是来报恩的，就要好好报，暂时忘记自己是个地姬，所以请帝君成全，让凤九和仙娥们住在一处。你若真想与他们住在一处，我也不拦你。谢帝君成全。你入这太晨宫，当真是为了报恩？不错啊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那救命之恩，你打算如何报？救命之恩，端茶倒水。你怕是要在这太晨宫里端上个10万年的茶，倒上个20万年的水，才足够吧？那帝君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吗？有。是什么？我定竭尽所能帮你达成。7万年前，莫言上神赠了我这套茶具。这7万年里，我始终惦记着还他这个人情。你可能帮我办到？墨渊上神，可惜他已经归隐许久，
再不见踪迹了。其实，墨渊上神他……不对，帝君这是要诓我的话吗？莫非他已经知道姑姑就是司音，也知道墨渊在我们青丘了？墨渊上神消失时，我刚出生，他老人家的仙身去了哪里？我实在不晓得。帝君还有其他心愿吗？第二个心愿有。帝君请说。你告诉我，你姑姑和墨渊究竟有什么渊源？凤九不是跟帝君说过吗？我姑姑和昆仑虚毫无关系。哦，对，忘记了，你的确三番五次地说过，你姑姑和昆仑虚绝无关系。帝君为何对墨渊上神的事情如此在意？除了墨渊上神之外，帝君就没有其他心愿了吗？像我这么无欲无求的人，心愿这种东西，暂时想不到别的。帝君慢慢想吧，我不急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桩事。你可见过玉清昆仑扇？那是什么？名字好奇怪。凤九帮帝君洗茶杯。奇怪，帝君为什么总是追问姑姑和墨渊的关系啊？你在干什么？你竟敢如此对本公主，你真是放肆！完了，你怎么都不打声招呼啊？你泼了我一身茶水，还敢对我大呼小叫的，你真是放肆！别以为你是青丘帝姬，随便寻个什么报恩的借口，就可以随意出入天宫。此处不是青丘，你休想胡作非为！这可是墨渊上神送给帝君的茶杯啊！喂，我的……吵得我头疼。知月见过东华帝君。听表哥宫里的人说，今日晨起，帝君和天君去了表哥的紫宸殿，谈表哥和白浅的婚事。不错。殿下是会迎娶我姑姑吗？不错。那帝君您会去迎亲吗？不错。还想问什么？眼下是没有了。我想问。你若无事，便先退下。我要处理太晨宫内务了。哦，知月告退。凤九，你打碎了墨渊上神送我的茶杯，这笔新账小殿下打算如何与我算？也记在救命之恩的账上吗？还能这样算吗？你的那个墨渊师傅一定要早点回来，再不回来的话，我这笔账3辈子都还不完。
看到过司命吗？没有啊。你吃的是什么？果子。谁给你的？到底是谁给你的？好像是程昱。他给你的东西你也敢吃？这么多果子我也吃不完，帝君，你吃一个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怕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帝君，说实话，凤九喜欢你，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。不用你告诉我，我也知道。我听说太晨宫的景色特别好看，但是我一直都在太晨宫住着，我怎么没发现呢？空了就让司命带你去走走，不必陪我这个老人家在这宫里虚度光阴。你不老啊？我做天地共主的时候，你爷爷甚至还没有成亲。原来你是嫌我比你年纪小啊？好了，你坐在这里不要乱动，我去找2个仙娥送你回宫。不要，我回去又要被太子的表妹骂了。她经常责骂你。走吧，没你我什么事儿了。为何？你呀，还天天给凡人编故事呢，这都不懂。小殿下现在迷糊得很，说出话来也是掏心掏肺，惹人疼爱。我就不信帝君这个万年老树，他开不了花。哦，你当年是给3殿下吃了这个东西，才把它收入囊中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要跟我提那个浪荡公子。啊，不提。帝君，手里抱的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你当真看不出来？只是没见过帝君与女人有关系，被吓到了。这不是青丘小帝姬吗？好姑娘，是个好姑娘。但是青丘可不好惹。帝君，我二哥和夜华都接连栽在他们手里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青丘的女婿不好当。这是被人骗着吃了失魂果吧？去问你女人。帝君，凤九睡的是何处？就在那处。
帝君。嗯。帝君可是昨日把我抱回宫中的。不错。那，可是帝君昨日给我灌了2碗醒神汤。不，是3碗。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无事我就要去朝会了。那醒神汤怎么算啊？我并不介意，你继续把它记在救命之恩的账上。啊？怎么？不想还了？不。也无妨，区区几碗醒神汤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不，醒神汤也是要还的，我不能破坏了青丘的规矩，也不能丢了姑姑的脸。看来你姑姑教你教的不错。我姑姑一直对我言传身教，就连我爹娘也说我最像少时的姑姑。哦，你最像你姑姑。你姑姑年少时在昆仑虚拜师，却比你霸道得多。一柄玉清昆仑扇，就赶走了18位上仙。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姑姑说昆仑虚的这档子事儿？你在天宫，司命可对你说过，东华帝君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不理世俗，远离红尘，除去四海八荒的太平大事，不给任何人面子，不赴宴会，是个适合挂在画像上的神仙。所以，不必担心我会知道此事。我是个极少与人说闲话的神仙。真的？帝君真的不会告诉别人我姑姑就是司音上仙？不会。这可是青丘最大的秘密，我也是不小心偷听到的，哪怕墨渊的。说起来，我和灵宝天尊与你姑姑都有些缘分。待你姑姑嫁到天宫后，我再与她详谈此事。帝君不是答应过我，不跟外人讲吗？你姑姑是外人吗？不是。那我去朝会了。